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千年王八万年龟，都说乌龟是长寿的象征。世界上最长寿的乌龟是一只名为乔纳森的阿尔达布拉象龟，出生于清朝时期，至今已经189岁，被吉尼斯世界纪录盖戳认证为世界上最老的陆地动物。为什么乌龟能这么长寿？有人认为和心率有关，乌龟的心率大概为每分钟20到30次。如果人的心率慢下来，那会不会也长寿呢？相信有不少朋友都听说过这样一种说法，心跳越快，寿命越短。乍一听上去，感觉好像有些道理，但其实大部分人都没有深究这种说法是到底从何而来，有没有科学依据。在医学上，心血管领域的专科医生们其实很早就认识到了，对于各类的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而言，心率越快往往意味着风险越高，因此控制心率是很多慢性心血管疾病管理过程中的重要目标。心跳越快，寿命越短的这种说法到底从何而来？1997年，在全球心血管领域最顶尖的医学杂志《杰克》上刊登了一篇综述性的论文。这篇论文一经报道，就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这篇论文的作者是对比观察了很多不同种类的哺乳动物的平均心率水平以及平均寿命。他惊讶地发现，不同种类哺乳动物的心率与平均寿命之间存在某些线性关系，其中体型越小的哺乳动物平均心率往往越快，但寿命都较短。比方说，小鼠的平均心率约600次每分钟，其平均寿命仅约1年半到2年。而体型越大的哺乳动物平均心率往往越低，而寿命却较长。比如体型最大的鲸鱼，其平均心率不超过20次每分钟，但寿命可以长达30到40年。在经过计算之后，这位作者提出，哺乳动物一生的总心跳次数是一个相对恒定的值，这个数字可能在 7.3 正负号 5.6 乘10的8次方这个范围。如果是按照这一理论，人类一生的总心跳次数也在一个相对恒定的范围内。那么倒推来说，平均心率越慢的人，预期的寿命就会越长，而平均心率越快的人，预期的寿命就会越短。这就是心跳越快，寿命越短的这种说法在学术上最早的来源。当然，这样子的描述直到现在也并没有被医学界所一致认可。在这篇论文里，作者本人也提到，减慢心率到底能不能延长人类的寿命还是未知的。但是这篇论文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很好地提示了我们需要关注心率与健康之间的关系。2. 心跳与寿命之间的确有关联。我们来看看研究得出的结果。台湾和医学大学的研究人员对于200万份的样本进行了研究，最后得出心跳快确实很容易缩短寿命，而且频率不同，对于寿命的影响也有所不同。超过70次就算偏快了，每多跳一次，平均寿命就可能会减少4个月。心跳次数每分钟在70到89的人群，平均减寿3年6个月。心跳次数每分钟在90到99次的人群，平均减寿8年。心跳次数每分超过100次的人，平均减寿13年。这项研究首次证明心率快和寿命缩短之间有一定相关性。但是研究指出了心跳过快和寿命缩短之间有一定的关联，是否在侧面说明心跳越慢的人寿命越长？其实不然，研究结果并没有直接的支持心率慢会导致长寿，只是证明了相关性。3. 心率过快和过慢都不好。
过去有不少科学家针对心律和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之间做过研究。2014年，弗拉明汉研究得出了心率每分钟增加11次，总死亡风险增加15%的结论。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心率越快的人群，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越高。心脏每跳动一次，就会给全身的动脉带来一次冲击。心跳次数越多，对血管的冲击就会越大，血管损伤的风险就越大，也就更加容易发生心脑血管疾病。而如果心血管系统已经出现了问题，较快的心率则容易加重心脏的损伤，严重时会造成猝死、脑梗的风险。而长期心率过慢也会导致心脏泵血不足，易导致身体缺氧缺血，甚至诱发猝死。心跳次数每分钟少于50次的人群，要及时的就医检查。那么大家一定很好奇，怎样的心率算是理想的心率呢？关于理想的心率，我们应该从多个的维度来看。按照诊断学教材上的定义，正常成年人的静息心率范围是每分钟60到100次，老年人会偏慢一些，女性会偏快一些。而在这个区间里，较为理想的心率范围最好是在每分钟55到79次。除了心率的次数以外，理想的心率还应该具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存在正常的昼夜节律。理想的心率昼夜节律应该是在夜间平均心率较白天平均心率低10%到20%。血压与心率都为韶行节律的人群，心血管风险是相对最低的。关于理想心率还有一点，就是应急状态下的心率及其恢复速率。当我们受到惊吓、心理紧张或者是进行剧烈运动，这都会让机体进入应激状态，而心率增快是人体应激的一种生理性的反应。一般来说，应急状态下的心率过高，往往提示心脏的代谢功能减退，而在剧烈运动以后，较快的心率恢复到正常心率的时间越长，也往往提示心血管风险越高。因此，理想的心率还应该具有一个特征，就是应急心率不太快，并且能够在较短的时间恢复正常。以下3招帮你心跳减速。一招就是少吃让心跳提速的食物，糖盐等调味料。2、含有咖啡因。3、辛辣食物。这些食物容易引起神经兴奋，过量吃不利于心脏健康，对血管也不利。第2招就是合理减重。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发现，对于减肥的肥胖、房颤、心跳过快的患者来说，减重后症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由此可见，减重是有利于给心脏减速的。当然了，也不是越轻越好，将其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即可。第3招就是运动。对于没有任何心血管疾病，仅仅是日常心率偏快的人群而言，降低静息心率最好的办法就是坚持运动锻炼，每次至少30分钟，每周坚持3到5次以上。长期运动锻炼可以改变身体当中自主神经系统活性，从而降低静息心率。心率过快过慢都对健康不利。当发现心率异常时，要及时的就医检查。在生活当中要保持健康的方式，定期的锻炼、充足的睡眠以及健康饮食都是非常重要的。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做视频不易，朋友们，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请您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